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先邀请观众朋友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如果希望跟我们互动，记得了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你在哪一个城市，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并且呢帮我们看到热推键按下热推，也可以留言写下热推2个字，帮助我们增加国际的能见度。今天节目大主题我们会来关心到是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制裁，包括了现在影响的产业。在日方的方面有村田、DTK， 现在都说这些企业最多只能再撑1个月。北京这一次对日本再次的出重手，断供的是它的氧化镝，引爆了 MLCC 这种史诗级的大缺料问题。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首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市民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来关心到节目哦，我们今天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首先来看到中国大陆掐紧对于日本的制裁，关键点就是在于，因为现在呢 AI 时代正式的到来，所以大陆卡住的是在 AI 的发展上面最关键的 MLCC 电子工业，这个叫做电子工业大米的高纯氧化镝。好，影响的厂商包括了3家日本的厂商。村田、DTK 跟太阳诱电，他们的库存最多只剩下1个月了，代表说接下来日本的高阶电子产业恐怕面临断裂的一个边缘。那么我们一直知道 MLCC 在日本来说它是霸主，但是如果说在上游它面对的原料又被卡住的话，代表接下来 MLCC 也会出不来，霸主地位会被掏空吗？这件事情就会比较严重了。第3件事情，我们来看到，所以日本就非常的担心啦。他现在在全世界来找稀土，来找替代，找新的供应链，但是真的有用吗？因为关键的这些技术哦，其实呢还是掌握在中国的手里。去中化真的有可能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关心到是中国大陆这一次出重手，刚刚提到的就是日本科技业的心脏。AI 供应链的关键材料 MLCC 叫做电子工业大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掌握了这一些最重要的高阶电子产品，都需要用它。有哪一些呢？观众朋友平常使用的这些 AI 啊、手机伺服器啊，或者是电动车、军工雷达，其实都需要用到它。你的 AI 要发展得更好的话，也代表说你的功耗比较高。功耗高的话，就需要这种 MLCC 的原料来稳住电力，而 MLCC 要稳定住的话，这个关键点就在于这当中要放入大约是1%到2%的这种高纯氧化镝哦，才能够继续保住它的稳定性。但是现在的关键是中国去卡日本的氧化镝，而且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来做替代。刚刚讲了，直接。这个重击的就是日本的3家企业了，他们现在库存直接拉警报之外，剩下1个月就已经没有库存了。现在他们非常的担心，而整体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全球对于 MLCC 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到2027年，光是我们看到 AI 这个领域 MLCC 的需求就已经高达1500吨，而全球1年也只不过可以供给大约是3500吨，也就是说呢，光是 AI 一个产业就已经占全球1年需求量的40%了。所以呢，我们看供给量吃紧，价格也直接受到影响，单日的价格直接暴涨超过8万人民币，每吨现在均价来到了新高，是134万元人民币。而过去高阶 MLCC 主要是日本跟韩国在主导、在掌握的，但是现在看的也不只是只有技术而已了，而是看谁可以拿到这个更上游的原料。没有重稀土 ，AI 供应链等于直接被卡死。所以这3家厂商，我们刚刚提到的春田、DTK、太阳诱电，在中国的制裁之下，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对于产业的冲击，尤其是库存，现在只剩下1个月了。现在担心会不会上演当时被断屋造成的关东化电、中央硝子直接停产的剧本，会不会又再上演？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不能排除，而且很有可能。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除非日本能够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得它所需要的相关的原料，从中国以外啊，不然的话，他们从中国大陆这边是不可能获得的。原因很简单，
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国家、比一般的企业更具有风险意识，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国家更有经验，跟中国大陆在稀土这部分有过交手啊。日本也曾经用稀土的方法去卡韩国人，当时日本也是做同样的事，也就是把这个洗涤剂控制在手中，不让韩国人使用，也造成山西的重挫。这个都是过去日韩之间有关于稀土战啊，或者关键原料战里面，日本曾经使用的手段。中国大陆也对日本使用过同样的一个手段，所以日本是很有经验的，很有经验。因此，日本的企业比一般国家的企业的存量更大。可是日本万万没想到的地方是在于，这一次日本碰到的是中国把稀土已经是制度化了，也就是说，没有修改这些法规之前，所有的稀土的出口都必须要按照这个法规来做。是。那这个法规里面规定就是说，如果用在军方的，是绝对禁止出口。任何原料，只要是用在军事方面的，绝对禁止。军民两用的，那就要对方来报告它用在哪一些地方。可是如果对方的企业是跟日本的军方企业有直接或是间接关系的，这些也会被限制在内。它的审核会更漫长，它本身的条件会更加的严格。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看到，除非日本的企业它宣布它跟日本的军工企业是毫无关系，是切割任何关系，它的制造出来的产品也不会被日本的军方企业所使用，用在武器装备上，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那这一点对日本的企业来说，那我们在问的问题就在于，当日本的政府它现在要更多的去发展它的国防工业、军事工业。那请问一下，这一些企业就是现在传出来有风险意识高的这些企业，它跟日本的军工企业是任何关系都没有吗？跟日本的国防部任何关系都没有吗？不可能嘛！你看它的产品就很清楚的知道它会被使用在军事国防上。那在这个部分里面，请问日本如何把这个边界线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困难。所以我的推断日本如果没有办法从中国以外获得这些稀土的话，它会面临非常危险的地步。也就是说，它断供或者断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永久关厂是不一定，因为那要看未来的局势的一个改变。但是你没有原料了，你就不可能出货。你不可能出货，那你基本上你就会出问题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好，所以我们初步统计起来，中国大陆先前是祭出这个钨的限制，现在是做这个氧化锑的限制。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嘛，3家日本的知名企业恐怕再剩1个月就会没有库存了，包括再重复一次春田、DTK 跟太阳诱电等等。那现在也代表说，中国这么一卡的不只是 AI 的整体供应链，还有军工产业在这个，还有国防产业、军工产业在日本的发展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这 MLCC 会大爆发的需求，主要是 AI 的伺服器哈。一个 AI 的伺服器，它总共单纯的伺服器，它就需要到2.8万颗，是一般伺服器的13倍的需求量这么大哈。如果说是没有这个 MLCC 的话，那你 AI 就没有办法运作。除此之外未来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包括电动车或者是高端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包括我们手机这一类，都需要有 MLCC 哈。那 MLCC 它为什么具有这种优势呢？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它体积很小啊，第二个它的容质范围很广哈，那第三个它的这种高频的这种特性，所以它用在电子元件上面来讲，它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这种被动元件哦，它可以滤除杂波，也可以储存电荷，也可以稳定电压哈。所以广泛的用在 AI 的伺服器，还有这个我刚刚讲的，包括电子产品、电动车等等都需要。但是你要制作这种 MLCC 高端的 MLCC 的话，哈，你就需要氧化锑。那它要氧化锑，不是普通的氧化锑就可以，必须要纯度很高。我们现在看到，它要加入1%到2%的这种氧化锑啊，这纯度啊，这种锑的纯度要到这个5N。什么叫5N呢？就是5个9哈，几 N 就是几个9，就是99.999%哈，可以纯度要是非常的高。那如果说你没有那么高纯度的氧化锑，
你就不能做出你所需要 MLCC。譬如说简单的讲，MLCC 来讲的话，这种高端的它可以这个有很好的，譬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们电动车里面，那引擎室里面温度很高哈，你必须要能够在这种高温之下，它还能够保持正常运作。那你没有加入这么高纯度的加到1%多到2%这种5N 级的这种氧化锑来讲的话，你的 MLCC 就不能够抗这个高温。所以我们现在未来电动车，因为引擎室里面温度很高嘛，所以你就必须要用这种高温。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我们讲NVIDIA 好了，NVIDIA 我们都知道它是下一代的这种运算平台 GPU 200你知道它现在下一代的，它这一代的这个是用到一个 GPU 200的平台是用到差不多6500颗的MLCC，那下一代它要增加1倍到13000颗的 MLCC， 你想想看，这未来的需求量是多么的庞大。那你没有这个元素，你根本就未来不管是 AI 电动车这个新一代的这种电子产品，你根本做不出来。那现在关键就是这个锂这个元素，这个锂这个元素也算是这个稀土里面很重要一个项目。我们讲说重金属里面一个就是锂嘛。那如果中国现在在这种提炼的技术上面卡住日本的脖子，我觉得当然就卡住全世界的 AI 的发展。那未来不管是日本这个 MLCC 做不出来，就会影响到，甚至影响到这个辉达都会受到影响，更不要说美国其他的这种 AI 企业当然会受到影响。那现在来讲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因为企业界大家都看到说是未来这个需求量很大，然后但是产量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每年能够产的就是3500吨的这种重量，那其中有40%是用在这个做 MLCC 方面。那现在大家拼命去抢因为你未来 AI 大爆发，未来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未来也都是电动车的时代，所以各厂商拼命在抢，所以价格哄抬就因此而提高。可是我们比较担心，如果说这方面来讲的话，中国卡住日本脖子，日本这3家公司来讲的话，它等于最原始的供应链就断供了嘛？对，你没有那个氧化锑，你就做不出来 MLCC，你 MLCC 做不出来，你又卖不出去，那 NVIDIA 是不是你的高阶的 AI 运算平台你就做不出来？这 GPU 这个200下一代的你就做不出来。所以我认为说是中国在这个稀土尤其是重稀土方面。如果从这边卡住日本的脖子这个从最原始的端卡住日本的脖子，我相信这个不只是日本，包括到美国可能会因此未来的 AI 发展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跟影响。好，所以中国的这一招很高招是从最源头来开始做限制刚刚特别提到这个稀土里面的氧化锑这个原料，那现在日本如果拿不到从中国来的货怎么办呢？他开始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忙。现在他进行的国家包括了去澳洲找、去印度找，或者是去非洲去找，那还布局了包括在深海里面，还有在这个新矿园去找。但是刚刚其实将军有帮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氧化锑，它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纯度达到5N，所以代表说像类似的氧化锑的技术，包括这个冶炼分离跟提纯。其实还是高度集中掌握在中国大陆的手里的，就算有了这些氧化锑的货，这个日本也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冶炼等等，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先前中国大陆还卡住这个钨导致了这个日本企业现在仍然在继续的找寻替代来源。现在钨的价格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涨了3倍，纯度也不足，已经导致了关东化电还有中央硝子只能宣布永久停产。好，现在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等于从钨一直到氧化锑，日本的高科技的关键材料会不会进入这种临界库存的时代？日本有办法找到替代来源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中国大陆其实管制的是针对日本的，就是军工产业。那但是第一个就是这些产品它本来就是军民两用你很难去绝对的划分。那第二个是日本的这些公司，它其实既做军事也做商业，那因此你就整个会拖延你要证明你在申请就是民用的。大陆对于日本的民用产业事实上是没有禁止，可是因为刚刚这2个因素，就使得你的这个申请的过程一定拖延很久，然后呢，可能一定会受到影响。那现在影响的还只是就是在日本的制造业的上游，你讲春田TDK 这还是上游那
他们如果一旦停产或者是一旦减少产量的时候呢，那下游就会受影响了。下游是真正的制造业啊，你比如说东京比如说我们讲的六氟化钨，它是个气体，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用到的。那你像东京微创啊，像是 Sony 啊，那就会受影响哦。那甚至连我们台积电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像是氧化镝的话，那信越化学啊，或者是 Toyota、那 Honda 这些都会受影响。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厂商啊，不会说搞一大堆库存，还会有一些商业库存。所以它现在这上游受影响之后呢，中下游呢的商业库存再等于是消耗，或者是紧急去这个外界购买，或者是增加这个回收的这个就是说比例。可是这个都缓不济急，也就是说它大概的时间点可能都是几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它可能就会见底了。那这整个供应链就会都会停顿，那这会蛮严重的。所以为什么在日本这个方面呢就很紧张？那我觉得两个关键嘛，为什么中国大陆在就是稀土跟稀有金属，我们今天谈都还是稀有金属。对，稀土的面其实严重影响的层面是一样，而且更深刻的。我觉得两个因素哈，中国大陆的整个稀土跟就是这些稀有金属的 IP 跟制程，也就是它精炼的这个过程哈，基本上就是这个领域的台积电。是，你这么简单理解，就不能被取代，因为它这整个过程当中，它可以不管是环保因素，还是制程，还是这些就是 IP 专利啊等等之类，它这一整个生态系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精炼的效果。讲句实在话，这是过去30年来，西方国家就把中下游的这些环保或者是这个生产成本不够效益化的这些整个这个原料啊，通通移转到就是非西方国家。是。而因为中国大陆整个制造业的这个发展，它自己要掌控整个中下游，它不是多么这个20-30年前就看到今天这个问题，这是他为他自己的制造业再去整个做全供应链的掌控。那当然也花了很多的这个钱在就是说这些稀土跟这个稀有金属上面。所以第一个，它已经变成是稀土跟稀有金属台积电。那第二个，所有现在你看到日本跟这些国家在做的所谓去风险化，去找矿也好啊，去签约也好，他认为看到去风险化的风险，那是更伟大的风险，更困难的风险，因为你要去风险化，可是你去风险化还没达成，你已经面临到严重的风险，断供、停产，然后呢，发现到要搞个5年、10年才做得出来。问题是5年、10年，人家到什么地步？人家价格、规模到什么地步？所以你永远可能会跟不上这个问题。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关心 G7 喊去中化关键的矿产，他们说要靠自己来做这个矿产生产矿产哦。但是现在美国其实 G7 当中，美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空军战力了。F-35、F-22的战力正在崩盘，而且最新的统计，每4架战机 F-35只剩1架真的能飞上战场做打仗。那么空优神话是不是被稀土卡脖子给反噬了呢？欢迎观众朋友留言，如果您认为这个稀土确实是打破了美国的空优神话，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并没有，留言写2，一起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好 ，G7 这一次有一个共同的共识，也就是针对于中国大陆的稀土，他们认为说接下来不能再靠中国了，我们要靠自己。于是呢，最新的共识就是说，他们要联手一起呢，在这场G7 的会议中说要去中化关键矿产供应链，而且定出了实际的目标，5年之内对于中国的稀土依赖要降到60%以下，并且要朝着50%的目标继续的迈进。G7 的这些领袖们，他们还达成了另外一个共识，就是说，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协调做一个平台，把成员国的力量全部纳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做
不管是这个回收的利用，或者是一起推进在新的矿山上面来做开发、开采，都要一起来努力。好，这个共识是达成了，但是真的要做，需要非常长久的时间。尤其现在美国的军工产业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来看到这个缺乏的稀土对于它的战机的战力，还有它的生产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是美国自己说的。美国政府的问责局 GAO 发布了最新报告，他说呢 ，F-35呢战机2025年妥善率只有25%，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4架 F-35的战机里面只有1架是能够正常的出任务的，这是来自于 GAO 最新的报告说的。这个数字创下2021年连续第5年的下滑了。那真正卡死的这个报告也提到了是说，不是说因为这些零件常常故障，而是呢他们一直在等零件等不到啊，而等不到的零件包括了他们特别提到了2个，一个是座舱盖，另外一个是发动机，他们说呢一直都长期缺乏，而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受到中国大陆稀土卡脖子，成为他们缺乏这个零件的关键原因。再来就是呢，中国大陆卡住稀土，还对于美国 F-35隐形战机还有战斧巡弋飞弹所需要的这个磁铁来源，也就是拿不到了，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找这个数十年前在法国一个破产工厂所遗弃的山废料来做使用，竟然是用这种废弃工厂盟友的废弃工厂的山哦。那最后我们也来看到了呢，五角大厦一直想要升级它的 F-35，那使用的计划就是用这个氮化镓的雷达来做升级，但是同样的，这个中国大陆还是卡住了这个稀土，尤其是镓的出口，让它的这个计划5年一直迟的卡关，一直升级不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关心到，刚刚说了嘛，美国最先进的巡弋飞弹，还有呢它的逆中战机，都必须要靠盟友的这个废弃的稀土厂来维持生产，甚至说 F-35有4架，只有3架没有办法如期生产，恐怕都跟稀土有关系，代表中国大陆已经可以精准的掐住美军高端武器生产吗？赖老师怎么看？当然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早就传出来美国的 F-35战机虽然号称先进，但是它的这个使用率只有50%，那时候是只有50%。这是在今年的前半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是2024年他们的调查发现，美国的 F-35战机，你买了100架，结果你事实上能使用的只有50架。也就是说，随时能够接到任务就起飞的50架是起飞不了的。那当时就在追究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因为 F-18战机可以高达80%，78%到80%，甚至最好的机场还可以到85%，而 F-35战机最好的就是50%而已。原因在哪里？第一个，他们发现它的设计太复杂，所以维修非常困难，这是第一个，所以维修的时间很长。第二个，它所需要的这个料件太多了，太复杂了，而且获得不容易。还有第3个部分就是太昂贵了，所以当时就已经发现说这款战机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开用率就50%，现在竟然降到25%，那很明显的就是跟稀土有关的这些关键零组件，它美国生产不了，供应不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已经制造出来的战机，它因为缺零料件。然后这关键的零料件跟稀土有关，而它的使用率只剩下5%。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在中东地区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他说我有 F-35战机100架在日本，结果你只要算说它的战力只剩25架，对，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啊。是，这是已经生产制造出来的战机哦。第二个就是去年已经传出来了，也就是美国的 F-35战机正在建构。它没有办法交付，甚至交给美国的军方使用的时候，它的雷达事实上是用相同重量的铅块来代替。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它的雷达所需要的氮化镓没有啊，所以它造不出这个雷达来，那怎么办？只好用相同重量的铅块来代替它的雷达，放在雷达上面，然后来让它的战机也能够先至少。波音的机身能够起飞，发动机能起飞，
那这个是新造的战机啊，都出现这2种问题，已造的出问题了，新造的也出问题了。那你说美国人怎么办？吹牛很会啦，说当初哎呦我们不怕，我们可以找这个废弃的旧有的战品拆下来使用，结果现在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出现现在的根本造不出来的问题。那你怎么交机？而且买这个战机的国家，他内心里面忐忑不安了。为什么？因为我买你的战机，结果你的堪用率就25%，那我已经花了天价去买了50架，结果我能使用的就10几架，那还得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它有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因为这个G7 说5年后，对，这是第一个5年后哦，观众朋友。第二个，到目前为止还谈不拢，原因在哪里？中油还谈不拢，定价权谈不拢。因为你要怎么定价？那美国人说我来定价，那法国人说凭什么你来定价？德国人说凭什么你定价？美国人说我是老大，说我来定价。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哦。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你要说好了，那你美国你要领导，你定价，那你有没有中油？也就是采矿可以了，但是提炼呢，还有精炼呢？他说没有这个能力。那没有能力，你凭什么定价？所以这个部分还在吵架。观众朋友，等他们吵完了再说吧。5年内能达成，天知道。好，这个是 G7 定下的目标哦，说这个5年之内他们要自己希望能够来生产这个稀土哦，自主化，然后降低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那中国大陆现在卡关的是稀土，还有这个氧化镓。刚刚我们都看到了对于美国战力还有这个军事武器上面的冲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利用这个氧化镓来去升级它的这个雷达，用在这个战机上面。现在要来看到的是最新的一个技术，它全面在中国大陆的战机导入的是第3代氧化镓雷达。好，使用的主力战机包括了有歼20歼35等等，可以做到的是更远的探测距离、更强的干扰能力，并且现在来自于媒体报道传出是可以领先美国的 F-22战机。达到这个雷达达到2代的。那解放军另外还有使用的就是它的这个先进米波跟它的反逆踪预警雷达，可以用在包括了 JY-27V 等等的战机上面。那么现在也说呢，能够在远距离就侦获 F-22等隐形战机，真的做得到吗？厉将军怎么看？米波雷达确实是可以抓到隐身式的战机。为什么米波雷达可以抓得到呢？因为这个米波，我们米是什么？就是公尺嘛哈。你知道这个波长到1公尺的话，那多大哈？那通常飞机上面能够吸收雷达波的这种涂料，你不可能厚到1公尺这么厚的涂料，大概只有0点几公分的这种涂料。所以说，它只要是米波雷达就可以收得到。但是问题是说，米波雷达通常这个体积都很大，你很难把它缩小装到飞机上面哈，这是它困难的地方。但是装在用地面上面来探测这个 F-22这战机，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是理论上面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中国的强在什么？是飞机上面雷达，它用的就是这个现在用的是氮化镓，它现在准备从氮化镓发展到它下一半铁化镓，氧化镓这一代。那美国的 F-22跟 F-35现在飞机上雷达还是什么？还是第一代的上一代的砷化镓哈。所以说，如果说中国的空军他们飞机上面装配了新的氧化镓的雷达的话，那当然跟美国的 F-22跟 F-35等等还在用砷化镓，等于不只是隔1个世代，是隔了2个世代。那氧化镓的雷达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因为它有铁电性的这种特性，所以它可以记忆一些这种数据链可以记下来，而且可以传输这个数据链给别的战机哈。也就是说，我的雷达上面，我这架战机上面，我雷达收到的讯号，我不但可以记忆，而且我可以处理完以后，我传给下一架战机，让下一架战机同样也可以收到这个雷达任务，所以飞机可以前后高低等等配置来讲的话，形成一个绵密的一个侦察网。那这个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氮化镓已经是现在这一代所使用氮化镓雷达有多厉害了。我跟各位讲哈，去年武器空战，这个解放军的歼10战机就是用氮化镓雷达哈，就是 KJL 那款雷达。
然后锁定阵风战机，就是巴基斯坦用这款雷达锁定，因为我可以侦察的距离可以更远哈，我可以锁定的目标更多，而且我的角度更广，我不只是这个前面这个方向，它可以300度的一个侦察范围都可以锁定得住。所以去年的武器攻占所用的雷达，就是那时候紧急的状况之下，中国将这个氮化镓 KJL 这款雷达装在这个巴基斯坦的歼十西藏战机上面，才可以发挥这么强的战力哦。这个是雷达跟作战相关的关系。当然，如果说解放军的空军发展出下一代氧化镓的话，哈，那就跟这个美军的 F-35又精进了2代。是。那我觉得美国 F-35会出这个问题，当然问题很多了。它的能够执行作战率只有25%，当然问题很多。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的零件啊，就是这个稀有的金属零件供应不足。那现在 F-35我们知道，它这个是美国空军也在使用，陆战队也是在使用，海军也在使用。除此之外，还供应很多个国家。那但是你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架飞机都要用，那试问一下，你获得这些很少数的一些这个供应链之后，你要是优先去生产还是优先维修？我跟各位讲哈，它不只是新鲜，它优先的不是生产，也不是维修，它优先在什么？你知道？优先给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妥善出行率只有25%，可是以色列出行率很高哦。所以你看美国对以色列有多好，它可以让自己的飞机挂一个铁片就飞上去，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维修的飞机妥善率降那么低。可是从这个东西里面哈，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哦，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的话，他们认为可能以色列是面临在做战备的状况之下哈。所以优先支援以色列，然后让自己的妥善率降到这么低。好，美国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会想到以色列，对以色列真的非常的好哦。那我们也来看到说，这个 G7 他们喊话要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吗？杨老师要怎么看？我们讲到这个 F-35啊，其实它在稀土跟这个稀有金属分别2个层面，过去都有相当高的依赖，就是中国供应链。然后呢，因为要去风险化，结果呢就出现问题。举例而言，在稀土层面，它在涡轮引擎的核心组件、控制系统以及还有许多的这个微型电脑，它都需要用到乳铁硼、永磁铁，那这都是稀土的部分。曾经有一家美国很有名的公司叫做 Honeywell， 它也是就是等于是国防工业的承包商之一，就发现到它有用到零件当中使用到中国的这个稀土的原料，结果把它给停掉。这个停掉它的时候，就也造成自己整个生产的停顿。那第二个，你讲到我们刚刚提到的2个稀有金属哈，6氟化钨或者氧化镝，它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那些隐形涂料啊，或者是精密的导引飞弹雷达系统。那你这些，你如果缺乏这2个东西，你还能够去维修，你还能够去生产吗？那现在 G7 讲的当然不只是针对军工产业或者 F-35而已，它是整个供应链。可是后来我看了一些资料哈，你知道中国到现在对于整个稀土的供应链投资多少？这个资料其实很难去做整理，大概至少将近有100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而如果你把相关的这些产业配合的电动车啊等等之类，那是上千亿美元的投资。而我们现在看到，G7 只想要花多少钱？在就是他没有讲花多少钱，他说2030年以前要能够降低到60%以下，现在是多少？90%。所以你能不能够降低30%呢？我觉得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去寻找新的矿源。但我们刚才2位都讲过，对，你新的开矿来不及嘛，缓不应急。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去加强回收技术，可是那个成本很高，而且呢也有限。然后呢，你时间不等人，你做更多的投资。我看到日本的信越化学说要投资350亿日元，结果呢，只能够做到日本所需的1%。那你剩下的89%怎么办？是。所以事实上，在整个投资的比例上，在技术上，以及我们刚刚谈过的你要去风险化的风险，其实都要考虑进去。可是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呢？G7跟日本看起来还是一个大的方向，他们要做，只是他们能够忍受这种缺货，忍受这种供应链的这种中断，能够忍受多久的问题。好，谢谢杨老师。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美伊战事打到现在超过100天，谁是最大赢家？来自于外媒的最新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是中东最大的赢家。为什么这样解读？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深入探讨。那么王毅这时候出手说要重建伊朗，川普的部分签 MOU， 希望能够收拾残局。现在整体看起来，北京市这一战改写了中东的新秩序，做了些什么？等一下一起来看细节。好，我们来看到呢，美伊终于是签下了 MOU 正式签下了14点的 MOU。那各大媒体现在也在关心说，接下来这个荷姆兹海峡会不会开放呢？川普到底会怎么做呢？都要持续的做观察。但是现在大家更关心的事情是，大家发现到了，现在中东全新的中东版图正在被改写，关键的推手他们认为就是中国大陆，因为呢，美伊签署了 MOU 之后，中国在第一时间立刻有了各种的动作。首先呢，他向黎巴嫩跟伊朗这边提供了第一批的这个人道援助之外，我们来看到他持续的推进跟伊朗的关系，还有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针对于伊朗，他特别呢跟这个伊朗强调了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是跟伊朗。再来呢，他跟巴基斯坦的部分呢，也是跟巴基斯坦协调说会来一起推动劝和促谈等等，所以呢被解读说，中国大陆好像没有真的去参与任何的事情，但是国际的公信力正在大幅的提升当中。就连美国总统川普都这样说，他说习近平对美伊和谈的帮助非常的大。大家就在看说，那北京其实没有出一兵一卒也没有参战但是呢，为什么整场这个战略看起来是中国拿到最多呢？而且外媒直接点出，中国大陆有4大的战略红利。我们来看到有哪4大点。第一点，他说呢，在这一场中东战事，让大陆的外交影响力大幅的提升，尤其在2023年促成了伊沙的和解，那今天又推动了美伊的停火。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看到在这场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战略资源正在被快速的消耗当中，不管是飞弹、防空系统、它的航舰的部署等等再来就是有关于能源的部分，中国能源的安全正在快速的提升。伊朗作为非常重要的石油这个卖家再次的重回市场，那中国大陆可以稳定的跟他买石油，成为最大买家。再来就是中国大陆不断的在能源上面在加速的转型，不管是这个太阳能、风电跟水力设备都是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榜样。再来就是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的角色，刚刚讲了嘛，和平的角色正在持续的扩大当中。这一场美伊谈判，台面上说呢是巴基斯坦在帮忙做和解的，但是有一个说法，真正长局布局的人是中国吗？北京一步步编织出今天新的一个中东，现在在看说影响力有没有可能追赶上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杨老师怎么解读？我觉得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已经正式签了协议了看起来其实他们都是输家，以色列是输家，海湾国家也是输家。那真正的大赢家，我觉得眼前短期应该是巴基斯坦但这个时候讲输赢很奇特。那中国大陆当然应该在这里边是有所就是整个外交战略上有正面的这个效果出现。可是，与其说是中国的这个正面效应，还是说它的战略布局，我觉得是美国自讨苦吃。其实很简单，川普就像是掌控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个种植石油，他想要掌控北洋的这个航线，所以从格陵兰到巴拿马到委内瑞拉。他现在想要掌控整个中东的石油，所以他要掌控荷姆兹海峡。2月28号的时候，他就整个轰炸伊朗，他觉得伊朗会瓦解。那这个瓦解如果出现了一个整个亲美的伊朗，那几乎整个中东就在美国的掌控。这个时候，他5月15号到北京去的时候那个角色跟那个身份就不一样了，走路起来都有风的。结果呢？他完全失败，他战争失利，
太天真了。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哪个总统、哪个这个将军没有想说要去推演去打伊朗？但是呢，实际上地缘、地理以及现在新的武器的发展，都让他们知道这个战争很难打，不是那么短期能打的。你说不定美国如果再打个3-5年，他可能会赢，不一定。就像他拿下了伊拉克，拿下了就是阿富汗，但阿富汗还是撤军，伊拉克现在其实也没有那么紧跟的美国，所以你要在短期之内达到这个效应，基本上你是失败的。那另外呢，在短期之内就造成了全世界的能源的这种紧绷压力，让美国自己的国内的通膨、油价的高涨，通膨4月份是3.8%，5月份是4.2%。他如果现在6月19号不签这个协议，6月就会通膨来到4.5%以上。当连续3个月的通膨都达到就是不断的增长的话，那个股市就会往下掉。过去经验都是如此。所以他一定要在这6月中签署这个东西，让国际油价掉下来。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顾及到中东，顾及到石油，顾及到荷尔蒙斯海峡，他现在顾及的就是他自己的通膨、选举，然后呢股市。那但是它会造成什么东西？第一个，你美国就从整个中东的势力影响降低啊。这些海湾国家在这个约签了之后，他还是会跟你继续维持美军的基地吗？有些应该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关系大不如前。然后以色列10月7号，大概内塔尼亚胡BB可能会下台了。因为选举他已经不可能取得多数超过60席了。然后呢，伊朗他现在完全是你跟他交易这个过程，不只是给他3000亿，你还要这个减掉这些制裁、封锁跟冻结，伊朗会变成一个中东强国了。而伊朗的背后是谁？基本上就是俄罗斯、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所以，与其说是中国大陆，只是说在这样一个局当中他做该做的事，他也看到这个局的变化。然后这个整个大的方向，国际政治跟这个地缘政治，其实是在往这个中美之间的竞争的话，是往这个美国的反方向而去。那当然对中国就比较有利。而中国事实又提出来全球治理的，就是这个诉求。他的全球治理就反对单极霸权，那反对大国这个主导，然后呢希望多边的主义。那这个时候又符合就是中东国家的这个利益跟诉求。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川普本来是要铤而走险，要玩大的，以为他能够整个掌控中东、伊朗、荷尔蒙兹海峡跟石油，军事上能够掌控，就像他对那个委内瑞拉或者是巴拿马一样，结果呢完全的反效果出来。那当然，并不是说美国接下来从中东要完全退出，可是呢，你看到的。大概的确，他的军事力量在这一次的测验当中呢，大家对他又有一点看穿了，因此会不会也是因此，他就想要把那个印太总部改名叫太平洋总部，也就不玩那么大了，比较针对的就是第一岛链，所以这整个大战略现在在转变当中，而中国当然也就顺势在推动他整个他自己的外交的战略的布局，那看起来。整个中国模式、中国的基建以及中国的制造跟科技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我们前面刚才讲的2题的有关于这个稀土跟稀有金属的这个布局我觉得整个大的这个局势其实对美国真的越来越不利。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去 IPO， 比如说那个什么 SpaceX 那么 OpenAI 然后 AI 的这个东西要把那个。图像画得越来越大，不是移民火星等等之类，所以钱都过来了，那钱都过来了之后，是不是能够带动美国的制造业再一波的发展？但是呢，我觉得在整个国际地缘政治上，其实美国是在退潮当中。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场中东战事，等于是美国自己玩坏了，那反而倒有助于中国大陆的在国际战略地位的提升。刚刚外媒特别提出了4点红利，不管是在外交，或者是美军它的资源大量的消耗，或者是中国能源安全提升，还有它的国际角色放大等等。中国大陆未来在中东的影响力会高于美国吗？有没有这一天？那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并驾齐驱的可能性是可以看得见的那未来会不会超过美国？那要看，中国大陆是不是继续扮演这个石油市场最大的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军事能力能不能升到这个地中海升到
这个阿拉伯海这个地方。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在未来的科技能力遥遥领先美国。那在这个部分里面，中东的国家走向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加的依赖，更加的紧密，超过对美国的依赖，我想这个局势就转变了。以目前来看的话，大陆当然它在中东的地区它的成功事实上是蛮显著的啊。过去大陆在中东要有发言权、要有话语权不多，所以也很难介入。但是您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是，首先就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川普多次的感谢中国大陆，如果包含今天所讲的，这已经是第3次了，他还在感谢中国那也就是说，中国对于这一次的调停美伊的战争，川普主动多次的感谢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而这一次单独特别感谢中国。另外就是伊朗当事方之一。伊朗的外长在第一时间，也就是确定了川普要签字的时候，马上打电话给中国的外长，给大陆的外长王毅，然后表达对于这个谈一下就跟中国大陆做简报，报告整个进度还有内容。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让中国大陆完全能掌握。那你想，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第二个，他表达感谢。那中国大陆有特别跟伊朗谈，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那也就是地区，也就是中东地区的新的安全架构要继续推下去。那这个就是符合中国过去在跟伊朗、跟沙特等这些逊尼派和什叶派他们所要共同建构的新的安全架构，再往前推的话，美国的影响力就开始往下降了。那欧洲这次基本上是退场了，所以我才会认为说欧洲退场了，中国大陆进场了。那有关于能源的这个部分里面，它已经让中东的国家很明显的体认到，就是他们必须要走中国的新能源政策。为什么？因为在这一次爆发的全球的能源危机中，中国大陆能够承受得住，最主要的是中国的新能源政策的正确性跟它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它的比重这么高，所以使中国大陆对于石油能源、天然气能源的需求再往下降。那大陆现在对于核能的发展一直在往上升的情形下，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政策也变成中东的国家要引进的一个产业，这个对大陆当然在经济方面也很有帮助。好，再来，我们就是持续看到那谈判桌上面的结果呢？现在目前的最新进度又是什么？签署了美伊的这个正式签署了14点的 MOU。稍微来看一下细节，有人解读说，怎么看起来这个美国方面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啊，反而是回到了战前的一个状态，反而是伊朗得到比较多好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14点的内容当中，美国说它会解除，美国方面要解除海事的封锁，伊朗要恢复石油的出口，美国承诺会逐步的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还说会给3000亿的重建资金，冻结它的资产的这个封锁，并且呢承诺不会再新增制裁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开战之前，川普他的3大目标，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达成。3大目标大家还记得吗？当初美国设下的是伊朗要放弃飞弹体系，第2个不可以再武装他的代理人了，第3个事件就是浓缩铀要交给美国。这个最大的红线，这3点完全没有在 MOU 里面。CNN 嘲笑说，川普犯下了一个最大的禁忌，交易的艺术是他自己的著作的名称。他说呢，他急着把战事结束，赶快收掉，赶快结束这一场事情。李将军怎么看？孙子兵法说，主不可运而自战。你当个国家领袖，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情绪你就发动一场战争。那川普不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吗？你那时候被以色列拖进去打了一场，现在如果要不是中国帮忙，跟以色列、跟伊朗讲说，大家我们见好就收这个放过美国一马的话，那战争如果再拖下去，我跟你讲，川普是多不利啊！你后续来讲，不管是你自己国内的经济通货膨胀，或者是盟国对你的态度，甚至于你自己其中选举，整个我觉得美国这次真的是一败涂地。你从这14点的 MOU 我可以具体的来讲，
美国这次是落荒而逃，落荒而逃。因为就像是这个思敏你刚刚讲的这3个战略目标，作战一定有一个战略目标嘛。我依据我的战略目标，再来拟定我的军事行动方案，依据我的军事行动方案再决定我的战斗计划。那你整个这个下来，你如果说没有达到你的战略目标，你这场战争不叫失败，什么叫失败啊？所以你看，第一个，你说这个其实还有一点呢，一开始美国原来跟以色列想要的是推翻伊朗的政权，那现在第一条就讲说，这双方不干涉伊朗内政，那是不是就是第一条就失败了？第二个，这个说放弃飞弹，好，原来在2月26号，我讲2月26号。美国跟伊朗在日内瓦谈的条件就是说是伊朗不要发展超过2000公里的飞弹，你不要去打到以色列。那说伊朗未置可否，可是你现在明确的讲啊，他现在继续发展他的导弹啊，他不但打你以色列，还打你美国在海湾周边的美军基地啊。第三个代理人，这就更有趣了。现在和谈的条件还有一点讲的是什么？全线停战的，包括以色列不可以去打黎巴嫩真主党。那前2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纳坦雅胡还不肯收手，还继续去打，在黎南地区准备要发动轰炸，甚至于他要发动轰炸是对德黑兰，被川普骂回去了。那你说对这些武装代理人，是不是美国也认怂了、认输了，还拉住以色列不可以再去黎巴嫩那边打仗？农作用那就更有意思了。你记不记得3月份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这边还在讨论什么？美国会不会动用地面部队去夺取农作用？你现在不但不去夺取，而且后来又讨论说，这个伊朗会不会把农作用交给俄罗斯或交给中国？那美国说不行，一定要交给美国来处理。现在好了，现在谁处理？现在伊朗自己处理啊！伊朗我处理完，我稀释完以后，你美国来检查。所以你看，这整个所有美国的战略目标没有一项达成，反而来讲，伊朗因为这场战争而获得很多好处。第一个来讲的话，这个美国原来对它的这种荷姆兹海峡的封锁，现在解除封锁了。对不对？美国对它的经济制裁现在解除了。原来伊朗要求说是你要战争要对我赔偿，那美国换个方式嘛，改成用3000亿叫做战后重建嘛。而且这个钱美国也很恶劣哈，不是他自己出，他叫谁呢？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你们去出钱。但是我想这些国家是不是很乐意进去里面做一个战后重建哈？毕竟伊朗是能源的大国啊，它有的是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整下来讲，还解除资金的冻结，所以整个方向来讲，我认为伊朗在这场战争里面，我认为它是获胜的，反而美国是败退的。那以色列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弃子，被美国抛弃的一颗弃子。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再来关心到的是只关键矿产依赖中国大陆而已吗？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科技上面的依赖，一方面它要围堵中国大陆的 AI， 一方面又要让微软它可以降成本的导入 DeepSeek 来做使用。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今天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美国最近呢暂缓了，本来呢对打这个科技战都打的力道非常的大，但是为什么呢？最近暂缓了 DeepSeek 还有长江存储等100多家中企不把它列入在贸易的黑名单当中了。表面上他是说呢要降低这个中美之间的科技纷争，但是更深层的讯号，我们现在看是不是美国再也打不动了呢？原因跟微软又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微软现在决定要扩大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从2方面来着手。第一个方面传出，这是最新的新闻消息。微软传出将 DeepSeek AI 的这个模型给导入在他们的企业的平台当中，并且呢，它如果说要降低在 AI 的这个成本算力的话，它会改采一个新的计算的这个模式，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微软要深耕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也就是把他们的 AI 的云端服务
给卖给中国大陆。那事实上，中国大陆确实也有跟微软买它的云端服务，这一家是字节跳动，光是每一年支出给微软的金额就高达了10亿美元，所以可以看出中国大陆跟微软之间的连结还是相当深的。美国这时候暂缓对中企的制裁，是不是也是要帮助微软可以去使用更多中国大陆的 AI 系统呢？等一下会来一起做关注。微软的高层其实是非常支持微软的这个在中国大陆的各种布局的，因为他非常的看好这个中国大陆在 AI 的发展。他说呢，全球最顶尖的 AI 解决方案正在美国西岸和中国大陆的东岸两边一同来做打造，唯一把这2个地方连在一起的公司就是微软。他还赞美了微软，说把中美之间的关系给反而拉在一起了。好，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先看美方的动作，他近期暂缓将 DeepSeek 长新储存纳入贸易黑名单当中，是一种战略上面的转向吗？跟微软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会不会有一些关系呢？还是美国是成本考量，要来让美企加速卡位在中国大陆的 AI 市场？杨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可以分近程、中程跟深层的因素啊。近程其实很简单哦，也就是没有错，就是微软 Microsoft 它的这个 Copilot 的这个 AI 企业平台，还有那个 Azure， 也就是那个云端服务啊，这2项都是微软的，正准备要导入，就是 DeepSeek， 而且在 V3的时候他就这样想，那现在 V4出来了，他更是这样想。那所以呢，你现在如果去制裁它，你就会使得整个 Microsoft 这个计划就会中断。因此，眼前的因素它暂停，是因为 Microsoft 的游说。那至于像是长新储存呢，他们会认为说，其实你会让它更加全力的要去发展自己的供应链。因此，在这样一个竞争情况之下呢，眼前它就先暂缓。那比较中层的因素其实什么？就是为什么 Microsoft 它底下的 Azure 跟这个 Copilot 要去导入就是 DeepSeek？ 那第一个原因，那就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太贵了。贵到他觉得已经 fire 掉、解雇掉很多人了，而使用结果还是太贵。你知道大概 DeepSeek 这个100万个 token 大概是不到半美元，然后呢，这个OpenAI 100万个 token 呢，大概是5.5美元，那个价差很大。那同时一个是闭锁的，一个是开源的。那闭锁的就是说你要用它，然后呢，它会帮你做调整。那可是开源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代理的，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企业会帮你做更多的这些应用。那慢慢会形成一个供应链。那所以这个 Microsoft 当然也可能为它在中国的这个市占呢，也在做考虑。也避免就是说，如果这么做的话，那中国可能会排除掉 Microsoft 这个应用，现在已经面临到很大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是中层的这个因素。那 Microsoft 就说，我跟 DeepSeek 这个合作，就好像有点那个 TikTok 的感觉。我用我的调配，用它的模型，但是我在这边调配，所有的资料都放在我 Azure 的云端，所以不会有什么资料资安的问题。那同时我会完全的 fine tune。但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当初讲那个 TikTok。这个等于是字节跳动跟 TikTok 之间的关系 ，TikTok 把它的所有东西放在甲骨文，而且都放在德州，但美国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但是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治安问题？从头到尾没有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大国竞争。那比较深层的东西，其实就是将来整个 DeepSeek 跟就是美国的这几个大的这个模型啊，不要忘记哦，那个 SpaceX 它底下的那个 XAI 里面还有一个 Gorg， 那个也是另外一个东西。到底这样一个竞争会哪边会取得这个优势？我觉得这个比较深层，而且现在看起来连美国企业都不太买美国 AI 模型的单了。好，这个点蛮有趣的就是美国自己的企业，微软大企业不买美国自己的这个大模型，不买 OpenAI， 结果是买 DeepSeek， 这象征性的意义，还有这个美国政府的动作，我们看到它不惩罚中国大陆的这些不管是 DeepSeek 长新储存这一系列有没有一些的关系？赖老师又怎么解读？我觉得美国的把这次本来五角大厦所列为黑名单的都拿掉啊，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很有可能是美国政府内部的问题。也就是5月中旬啊，川普到中国来访问，成功了，所以双方的领导人啊确定了两国的关系是虽然不是朋友，
但是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而你五角大厦的行政部门怎么突然间蹦出这个名单来？那两边的这个贸易理事会也不用成立了，也不用开了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绝对会反击。这代表什么？美国的国内的自己的行政部门跟不上领导人的变化。因为它是属于五角大厦底下的一个局，它所制造出来的黑名单，它没有跟上去。那一看已经变成两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冲击到两国领导人的这个达成的这个方向的时候，那当然先拿掉。我觉得跟这一次这个关系不大。跟这个微软他们的形成的关系不大。微软如果要在中国大陆继续生存，它目前开始面对的挑战越来越激烈了。过去它是垄断性的。现在它有一个更大的竞争对手，已经开始越来越成熟了，而且越来越成型了，就是华为的鸿蒙。华为的鸿蒙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定型，而且被使用量越来越大了。不只是在手机，其实我们都知道平板电脑，甚至最重要就是我们在最常使用的这种我们的工作机都开始慢慢的华为已经开始跟这个微软已经在竞争了。那你这个微软如果没有 AI 的话，你凭什么跟人家竞争？可是如果你用 OpenAI， 它又进不来。然后第二个又太贵，刚刚有明兄讲得很明白了，又太贵，那你如何在中国大陆你有竞争力？当然，对于他的公司利益来说的话，当然要使用 DeepSeek， 而且 DeepSeek 是本土的企业，它最适合、最了解，它的 data 最大，它的运算方式最强大。在中国大陆来说的话，那对于这个微软来讲的话，当然跟 DeepSeek 的合作是最符合商业利益的。可是他现在的问题是，他要去面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上的一些议员对他的挑战。不过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钱就可以买通嘛。微软有的就是钱。美国的国会议员表达意见，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现金赶快摆出来。好，所以老师就讲到了这个是美国议员可能会阻碍微软。那确实哦，这个美国的议员曾经形容他说呢，中国大陆它现在不断的在推动它的 AI 发展，可能会对美国的产业构成存亡的威胁。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两家大企业，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Anthropic 跟 OpenAI 哦，是眼红说微软跟中国合作吗？这两家企业开始做示警，他说呢，你今天微软的这些动作会导致的是智慧财产权遭窃，而且模型遭到不当使用。他说呢，不应该向中国大陆企业出售任何的 AI 模型。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这个做法是对的哈。这个中美两国在这个 AI 科技方面来讲的话，当然能够携手共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之前美国可能会这次来讲会这个暂缓制裁这个中国的 AI 企业，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他发现制裁是达不到效果，反而你越制裁，中国自己在这方面可能会越壮大。那从最早的他们制裁华为开始，这个华为系统哈，那就没想到他发展出来自己的鸿蒙系统。那不但发展出来鸿蒙系统，现在鸿蒙的终端用户已经到达了9000万户这么多，而且每个月还在以10几万户的速度增长。那把苹果他们那些看得急得要死，所以早知道就合作，双方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共同拥有这个市场。那现在中国在 AI 方面，它其实不只是 DeepSeek， 其实我随便举一些例子，包括到这个独角兽的企业，除了 DeepSeek， 还有什么接药星辰啦、月之暗面啦，其实有很多。那大的科技巨头公司，我们都知道还有什么日捷跳动的豆包，对不对？好，这个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等等，有很多这种相关企业。那如果说美国在这个方面再去这个制裁中国大陆制裁它 AI 的话，后续结果就是中国自己发展出来自己一套的这种系统，那你美国更不要想要进入中国的这个市场，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你知道美国如果说你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当然要跟当地的厂商来合作啊。这个现在的如果说你不合作的话，你怎么样才能够进入中国市场？那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嘛，在商言商，对不对？我就希望更便宜，就像是这个DeepSeek 它的这种 token 就是比较便宜嘛。那如果说是这个能够跟它合作的话，这个微软能够跟它合作，我当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企业的成本价格，然后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